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和彼得潘。现在我们在廖天丁庙前面等了这么久，我终于又回来拍片了。之前都在忙学校的事情，那最近刚考完期末考，我们今天就要来骑一个比较长途的挑战。那今天呢很特别，我们3个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，因为单车而齐聚一堂。我们今天要挑战什么？北高，一日北高。一日北高。再来一次，我们今天要挑战什么？一日北高。我今天穿的是 Rapha Pro Team Shadow 的车衣，就是它虽然是一件车衣，但是它很薄，而且还可以防雨。所以在台北这种可能我们最近比较常下雨的天气啊，这件衣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它只要穿一件，不用加任何一件东西，就可以舒适在雨中骑乘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今天有穿腿套，那也是为了怕很冷。但现在天气看起来是蛮不错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可能换一个短袖，装一点东西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这个冲锋包里面就是准备一些我们可能需要用到的东西，像是内胎啊，然后气瓶，其他换洗衣物那些。然后车灯当然也是要带，因为冬天就是天比较快黑，所以我们到高雄的时候有可能天已经快黑了，所以还是随身携带个前灯跟后灯比较保险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先去全家买一点东西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第一个点就停苗栗那边 ，OK， 赞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样腿套跟雨衣就收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换上夏天的装备，短袖短裤，就可以在好天气中骑乘了。现在几点啊？8点42。8点多少？8点42。OK， 我们本来说几点要到廖天丁？6点。哦，5点20集合，6点到廖天丁。我觉得大学生还是适合比较晚一点集合。8点就会迟到，时差。要旷课一下。早8起不来。OK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第一个点到苗栗亭，然后后面我们看状况。那等一下你的这个包包就装大家的食物，补给兵本。然后我的冲泳包就装大家的衣服，然后你是补给兵，然后你们2个商量一下，看要不要轮流背。不然我多顶一点啊？我多顶一点。你说你不要背，然后多顶一点。对。不会。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大家负责不一样工作嘛，对不对？嗨，大家好，我又回来啦。想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我放寒假啦！哇，因为学习期间真的太忙了，想跟正在看影片、期待更新的你们说声抱歉。总而言之，寒假期间我会努力更新，让各位看到更多新影片的。回归正题，才刚放寒假，就心血来潮想骑一个北高，就真的还蛮突然的。已经3周没骑车的我，究竟会骑得多痛苦呢？但当下我也没有多想，反正就是答应了啦。一般来说，正常人是真的不会骑这种鬼东西，但骑单车好像骑了一阵子，头脑都会渐渐变得不太正常。每年看着大家疯狂式的挑战北高、双塔，我其实也想骑很久了，但因为我真的好像没有办法骑那么久不睡觉，所以双塔目前还没有在许愿清单里面。北高好像就值得一试了，但其实我挑战过几次都没有完成。有一次甚至是已经骑到了高雄，但却因为真的不想骑最后20到30公里而放弃。今年年初也有跟台大单车社一起尝试一次，我们那次是4点半从台湾大学出发，后来大家快到中午才抵达台中，那时候心里的恶魔就不断的劝退我，结果我还真的被劝退了，开心的搭着高铁去高雄跟其他还在奋斗的朋友们会合。虽然我真的不太想挑战这种很极限的路线，但我还是想趁2025结束之前，把这块想很久的拼图拼上。讲到这边，该来介绍一下北高的路线资讯了。显而易见的，一日北高就是1天之内从台北骑到高雄。一般来说，大家都会从廖天丁庙开始计算，沿着西部滨海公路，简称西滨，一路南下，穿越台湾西部各县市，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，最后抵达高雄。也因为是走滨海路线，不太遇到什么爬坡，唯一一段比较显著的爬坡是在苗栗，那就是总长为2.3公里，平均坡度3.5%的后龙坡。
其他爬升来源大多都是路桥上上下下所拼凑起来的。也因为盛行季风的关系，通常我们选择在秋末或者是冬天的时候骑乘，这样刚好会遇上南下顺风的东北季风。一日北高从巴黎廖天地庙起算，总长360公里，总爬升约500公尺上下。而我今天因为出发前出了一些机械故障，后变整个没有办法变，导致我们被拖延了一些时间，接近9点才从巴黎出发。更紧绷的是，我们订晚上10点20分开的高铁，看来我们真的要来好好努力一下了。我们第1个小时均速快要40，后龙坡，那这边开始越来越热了，那个长袖都不需要用了。前几天在台北还下雨，非常冷，本来以为今天会是一个湿湿冷冷的天气，没想到今天天气非常好。兄弟们还 OK 吗？行，可以 ，easy 啊，对，骑完1/4了，90几公里了，继续加油，蛮快的。对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挑战 Rapha Festive 500。Festive 500这个活动是 Rapha 每年从平安夜到一年年底举行一个为期8天的连续骑乘活动。那这个活动之所以叫 Festive 500，是因为你就是要把500公里骑完，只要凑满500公里，不管是用什么方式，只要你把这个500公里凑完，就代表你完成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Festive 500挑战呢？如果有在看我影片，应该都知道，之前有参加过蛮多大活动，都是由 Rapha 主办的，像是2025的 FAR 系列，而 Rapha 也很常推出一些别具意义、励志性的挑战 ，Festive 500就是最著名的一个。我们通常将这个活动简称为 F500。F500 是每年从平安夜到年底，由 Rapha 发起一个为期8天的里程挑战，而500这个数字代表是目标里程。这对于平常不常骑车的车友们来说，会是一个可以跟单车好好培养感情的一段时间，也是一个可以暂时与日常忙碌的生活抽离，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与感动的时光。但对于江湖老司机而言，8天500公里哪有什么难的？其实这500公里并不只是单单骑乘500公里那么无聊，对于我来说，这500公里就有点像是年末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我蛮喜欢他们今年 F500 的 slogan。Time is precious, wasted wisely。时间宝贵，请有智慧的浪费它。真的很有同感呐。一年虽然骑了这么多，但总觉得还有什么遗憾没完成。那就用 F500 挑战的名义来鼓励自己勇敢去完成。而今天的北高就是我2025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哦，终于到第1个休息点了。我们骑了110公里啊，想要吃午餐。我午餐吃的非常多，吃了意大利面，然后这是我的碳水。我好像没有在管，不管它味道，我只要吃到那个营养，就把它恶魔料理。还有这鸡胸肉。蛋白质，饿的时候吃什么都好吃。好，我们吃完午餐了，准备出发。我们下一站是到哪里啊？云林在100公里，102公里。我们等一下打算是大概每15公里大家轮一次吧，反正大家一起努力加油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出发了。刚刚休息完上路，老实讲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有爬坡的地形。虽然难度上会比平路困难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变化性在这种长途挑战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。要不然一直盯着一样的风景，其实还没骑到一半就觉得有点无聊了。也因为忙期末3周没有骑车的关系，这段到云林也开始有点疲倦，就没有录太多片段。但我们没有因此打消一路骑到高雄念头，我们继续加油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快到嘉义了，但到嘉义之前，我们要先吃一些东西。我们刚刚到这边也骑了420公里，是蛮多的。嗨，兄弟们，我们到了，快要到嘉义了。我们从桃园新竹云林嘉义，不要让自己冷到。那么难骑啊，今天不知道今天感觉蛮好骑，但我觉得是我们太晚出门了。但我觉得是前面赶路这里开很大力。没有，我觉得是你蹭碟，是吗？对，我觉得是你蹭碟，然后再加上状态没有很好，有可能吧。
我状况也没有很好，这我已经3个礼拜没骑。睡眠训练法。哇，睡眠训练法啊！好了，来吧，兄弟们，我们继续。哦呦，干差点抽筋，我们继续上路啊！现在到第3个休息点，我们还有还有90公里。那我先打头阵，我先带30公里啊。吃完东西终于有精神一点了，现在我们也快抵达嘉义了。虽然说已经骑了很远，但到高雄居然还要接近140公里啊！但越是这样，越不能想还剩几公里，因为长途挑战往往都是因为这样想而增加自己的心理压力。如果各位观众有什么想看的长途挑战，也欢迎在留言区敲碗一下。等我多骑一点车的时候，再把他们加入挑战清单好了。3个礼拜没骑，直接来弄个北高，真的会受不了啊！所以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也别吝啬把它分享给你爱骑车的车友们，推坑他们骑这种疯子才会骑的路线。也欢迎用超级感谢小小赞助一下我们哦。剩40。哇！这个该比那个，该比已经烂掉了。我1月那时候到底有骑完的。出发，再47公里，走吧。其实这时候已经8点30了，离左营高铁站居然还有45公里上下。算一算市区停红绿灯的时间，真的有可能会赶不上高铁。但兄弟们也都快没力了，只好出来当一下英雄，扛到底了。各位，我们快到了，骑了快要400公里，终于到高雄了。从6天津到这边357公里，现在从家里到那边390。你领到票了吗？好，那谢谢。吃饭了，兄弟们。你要退坑了吗？我觉得今天大休一个。明天起啊。你不行了，莫名不行。你没有什么借口？我觉得我明天起来还是全身超酸的。因为你要退坑了吗？我那时候真的想退坑。吃完我们的庆功宴了。骑到快退坑了，好啦，那我们的1日北高行程就到这边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那大家别忘了一定要订阅、按赞我的频道，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是火比的潘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